嗨，大家好，这里是牛妈冲冲冲，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牛妈 Sabrina。年底了，我来回顾一下我们后院从去年夏天翻新一直到今年夏天绿化后的全过程。在这个视频里，你会看到我们后院装修前后的比较，我也会把所有的费用一一交代清楚。首先让大家先看一下我们后院在翻新之前是什么样的。好，这是我们后院，这里进来是侧门，知道吗？咱们这个门进去，现在咱们之后呢，这现在是这个样的，咱们之后要把这里全都换成铺上砖，然后你看这些植物啊都清掉，然后这边就全都铺成砖，到时候这些 fence 也得换，然后往里走，快点，宁宁往里走，这里全是铺砖的啊。然后在里面这里之后呢，就现在是这样的，这一片，这门外边这一片都得铺上砖，然后这边可能挨着fence那两边吧，留两条，就3费左右，就是可以自己边上跟着fence挨着的可以种一些树，然后这边就全都是铺砖，但是我们这，然后门口这里还要做台阶。然后窗户这里，现在窗户这里本来是木头的嘛，都烂了，到时候它窗户也要处理一下，可能都弄成砖吧。然后我们这个后院这边是斜着坡下去的，所以它要做分层，可能这边门口这大片是1层，墙这个地方再做第2层，然后这边有窗户嘛，窗户这里又得再做。然后到这边吧，我们可能就从这里就弄一半，这边做个第3层，因为为了拐角那个地方连过去，然后这里就变成草地，这边这那片那边跳床那都是草地，然后这里就是到这个拐角了嘛，这拐角这里就下来，然后拐过去是砖，这边你看这边池塘周围。本来池塘周围是这样的，然后池塘周围可能就一溜砖这样围过来，这样，到时候在右那边那个角那个地方，再弄一个那个门，开一个门。开工第1天，哎呀，这个 fence 前院这里拆开了，然后有车什么都在这边进来。这是挖出来的那个最大树根，特别大，光今天第1天就挖树根了。然后我就在这里，我们把那石头清出来很多石头，然后拔了很多野草，这个地方也得铲，还没清理呢。看这边，今天就全部在挖树根，这里还没清呢。看清出来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挖这边本来有2个树根，挖出来了。看那地，这边的砖都清了，这边那个超大树根就在这里，挖出一个很大的洞，下边填了很多石头什么的。看那些。这边本来那个侧门这一块，其实这一块挺宽的，就是因为那棵树什么在这里，显得这个地方好像挺窄挺小似的。看这边，然后差不多到这里吧。我们后院大约有2/3的都铺了砖，大约是2400尺。当时他给我的价格是每尺13刀，那光铺砖的部分大约就3万多块钱。除了铺砖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设计，每一个设计它都会额外算钱。
我会在后面一一给大家介绍。首先是这个半圆，这个半圆是当时我们是临时是想到加的，这个也是那个装修师傅帮我设计的，因为当时我是想的是在这个地方直接直角，可以两边各留3费，可以种一些树。但是发现这个地形并不是直角的，那个地方是斜的。所以当时我的那个装修师傅建议说，在这边做一个圆弧，然后还可以做一个这样半圆形的一个 bench， 可以让小朋友在这坐一下，或者是你们可以在这里围坐着点个火炉，因为正好这个上面是一棵大树，然后我们还可以在这个树底下那个乘凉，觉得是挺好的一个设计。但是就是这个设计也不便宜，然后这个圆弧这个设计是要3000块，因为它每一块砖都要切，而且它用到的材料也跟我们铺地的材料不一样，它比较费功夫，每一块砖要切，然后最后能拼成一个圆形。但是我对这个设计还是比较满意的。然后额外收费的还有就是门口这个3级台阶。首先它用的那个石材跟这个普通我们铺砖的也不太一样。这个地方它用的就是黑白条，我就是让它用白色跟黑色条来搭配的。其实它这个地方做的一开始我也不是太满意，后来它有重新翻工，你可以看到它最上面那一层中间那2块砖，它跟其他的那个颜色不一样，因为当时它那个材料不够，后来又去补货，结果那个砖跟它后来的货跟之前那个砖那个颜色就会有一定的色差。这个增加了这一个台阶也要3000块钱，这个是就是整个工程里面我是觉得他做的我是最不满意的一个部分吧，也比较遗憾。然后额外收费的就还有这个是就是那些石条，用来就是围住我那个窗户，因为我后院它正好有3个地下室有3个窗户，你可以看到它最前面这一层的这个窗户，它的那个因为它这个地势比较高，它这里就非常的深垒了很多层，然后后面那2个窗户相对就因为地势比较低嘛，所以就不需要那么多石条。它这个每一个窗户它是600块。然后还有就是我这个侧门，正好我这是个洗衣房，出来这个地方他也让他加了重新做了台阶，这个台阶他就没有给我算钱，可能就是弥补一下那个正门那个地方那台阶他做的不太好吧。然后我是在第3层拐弯的地方，因为我觉得那个直接下去草地好像是有点那个台阶有点太高了，所以我在这里做了一个缓冲，就是跟旁边的那个第3层连着做了这么一个那个小花坛吧，这个小花坛的费用是600块。然后我们还就是有些地方是这样 S 型。弧形，就是比如说去小池塘的这个位置是 S 型这样过去的，因为它每一块砖都要切割，所以这一块包括我的那个池塘它围着的那个不规则的一个形状，这里因为要每一块砖都要切，比较费功夫，所以这里也额外加了一些钱，具体多少我有点记不清了。然后就是池塘这边还有一个树，我想在这个地方做一个这好像一个树圈这样，可以围着这棵树，平时也可以做一下。然后这个东西是500块。然后还有一个费用就是我们在那边做了，因为地势比较不平嘛，它是斜坡下来的，所以我们做了3级的那个分层设计，然后每一层它就是结尾的地方，它下的这个台阶，它是用特别的那个石头，他说叫那种挡水墙还是挡土墙，然后这个是不是按13块钱1尺来算的，是按好像501尺来算的。所以我们后院整个铺砖的这个费用的话，人工加材料所有的大约是4万5到4万5左右吧，具体的数我也记不太清了。然后我们额外又换了那个 fence， 那个 fence有一部分是我这个铺砖的人
帮我先换的，因为当时我是要急着让他先铺砖，他已经开工比较早了，那为了不影响他铺砖，所以有一部分是他帮我换的，然后另外一部分是因为我跟邻居提前都已经预约好一个老外来换，但是他们是7月份才能开工，当时这个换 fence 的价格都是每尺44块钱，所以我整个后院改造加上再换 fence 啊，还有包括我那个小池塘，我又自己 DIY 加了瀑布，总共弄下来反正就花了5万吧。最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整个后院，在今年7月份经过一些绿化之后的样子。那个小池塘是前房主就留下的，然后我们只是在这次装修的时候顺便自己 DIY 做了一个瀑布。如果想知道小池塘加瀑布是具体怎么做的，可以看我池塘改造记那个视频。这就是我们后院从去年夏天到今年夏天整个的改造过程吧，希望给那些有需要的朋友一些想法，一些参考吧。现在反正材料还有人工肯定都比2020年那个夏天要贵很多。不过做完之后，我们后院确实使用率啊都比以前要高很多。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孩子们在外面玩雪也比以前容易，因为不会是在草地上，而是在砖上，相对来说比较干净。而且晚上的时候或者是冬天的时候，我们也会出去点一个火炉，一家人在那里围着炉子玩一玩。我觉得这个投入还是挺值得的。所以就是如果想做后院的朋友，可以尽快弄一下，因为毕竟这2年疫情，大家外出也不太方便，可以在家里后院活动活动，还挺好的。